安内利杰正一个人坐着，结果被2个不怀好意的家伙盯上了。这2个人围上来，非要带他去玩。安内利杰礼貌拒绝，说自己正在等家人，可对方根本不听，甚至觉得他是在装清高，竟然想直接动手拉人。就在这动手动脚的关头，谁也没想到，一只白狗突然冲了出来，这下看谁还敢乱来。就在安内利杰被纠缠的时候，年幼的卢希尔走了过来，他看着这2个陌生人，天真的问他们是不是朋友。安内利杰赶紧借机赶人，说自己的家人已经到了，可这2个家伙根本没把小孩放眼里，还嘲笑卢希尔是个小矮子。他们甚至变本加厉，非要当着孩子的面带走安内利杰。这下是真的找死。卢希尔的眼神瞬间就变了，既然确定了对方是坏人，那就没什么好客气的。巨大的幻影在卢希尔身后爆发，这2个家伙还没反应过来，卢希尔直接出手，动作快到让人看不清。刚才还嚣张跋扈的男人，转眼就被打翻在地。这下他们终于明白自己到底是踢到了什么样的硬板。埃德温急忙赶过来，还没搞清楚状况，就先问这些家伙是谁。安内利杰在一旁都要崩溃了，大喊着让他别先动手再问。结果卢希尔直接开始告状，说这2个人想强行带走姐姐。这句话一出，现场的气氛彻底变了。二哥朱利叶斯优雅登场，虽然脸上带着笑，说出来的话却让人脊背发凉。他温柔地问，是不是该把这2个人解决掉？安内利杰吓得赶紧拦住，生怕这几个弟弟真的当场动手。他只能拼命劝那2个路人，趁现在还能走，赶紧消失在他们面前，不然这局面可就真的受不住了。真正压轴的大佬终于到了，大哥威尔哈特一现身，直接把这几个家伙定性为绑架犯。这下性质可就完全变了，刚才还嚣张的混混，吓得魂都没了，只能拼命求饶道歉。威尔哈特温柔地询问安内利杰有没有受伤，可还没等他松口气，身后的弟弟们就开始出主意了。朱利叶斯笑着提议要斩草除根，埃德温甚至想直接打断他们的腿，就连最小的卢希尔眼神里都透着一股狠劲。安内利杰看着这几个弟弟，心里一阵发虚，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可爱的弟弟们居然变得这么可怕了？看着这几个弟弟护犊子的架势，安内利杰整个人都麻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几个家伙居然能过度保护到这种程度。不过说起这一切的开头，还得回到2年前那个住在北方边境的小村庄。当时的一句话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那天母亲梅格正洗着衣服，突然轻描淡写的抛出一个炸弹，他说自己准备要再婚了。安内利杰听完，脑子里嗡的一声，这消息简直毫无征兆，可梅格却一脸淡定，觉得现在告诉女儿也不算晚。安内利杰之所以这么震惊，是因为他太了解自己的母亲了。在他的记忆里，母亲梅格简直是个家务废柴，做饭能把锅烧焦，缝纫和打扫更是一塌糊涂。看着母亲绣出的那团奇怪生物，安内利杰陷入了沉思。就这样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到底是要嫁给谁啊？看着熟睡的母亲，安内利杰心里直犯嘀咕，就妈妈这干啥不行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会想娶她啊？其实在5年前，安内利杰还是个被收养在商人家里的孤儿，虽然名义上有家，但他在那儿始终是个孤家寡人，没人关心他，也没人陪他说话。直到那天，母亲梅格突然出现，那个温暖的拥抱成了他黑暗生活里唯一的光。所以安内利杰想通了，只要妈妈能过得幸福，不管对方是谁，他都能接受，哪怕以后生活会翻天覆地。就在他看着月色，一个人在那儿多愁善感的时候，谁能想到意外突然发生了。安内利杰本以为母亲只是找了个普通人再婚，可当他站在那座宏伟的宫殿前，看着2排整齐迎接的女仆，他才意识到事情完全超出了想象。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个气质高贵的银发男人走了出来，他二话不说，直接把母亲梅格搂进怀里，那眼神简直温柔的能滴出水来。安内利杰整个人都看傻了，这到底是什么神仙人家？旁边的女仆淡定地告诉他，这里是诺登费尔德公爵府，而那个男人就是公爵本人。公爵？那可是大佬中的大佬啊！安内利杰愣了3秒钟，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绝对不可能。他一把冲上去拽住母亲，大喊着让妈妈清醒一点。在他看来，像公爵这种身份的人，怎么可能看上自家那个废柴老妈？妈妈绝对是被骗了。其实安内利杰早就觉得母亲梅格的背景不简单，以前总有些穿戴华丽的人来家里，可妈妈偏偏是个傻白甜，能平平安安活到现在，简直就是奇迹。更何况他们只是普通平民，跟公爵这种大人物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安内利杰本想让母亲清醒点，可梅格却只是温柔地笑着，完全没把这当回事。就在这时，公爵突然弯下腰，一脸真诚地看着安内利杰，他说自己是真心爱着梅格，甚至请求安内利杰能允许他成为这个家的一员。这下轮到安内利杰没话说了，果然真诚才是必杀技。面对这种级别的温柔攻势，他发现自己根本招架不住。就在他快要点头的时候，一个冰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直接叫住了公爵。安内利杰回头一看，一个黑发冷峻的男人正走过来，这位就是公爵的长子威尔哈特。看着他那复生人勿近的模样，安内利杰心里咯噔一下，这豪门生活恐怕没那么简单。公爵正式向安内利杰介绍，这就是他的长子威尔哈特。别看公爵名义上还是家主，其实他早就当起了甩手掌柜，家里的大小事务全都是威尔哈特一个人在打理。谁能想到，刚进家门迎接安内利杰的竟然是一把冰冷的长剑，这家人也太暴力了。威尔哈特冷冷地问，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安内利杰彻底懵了，看来想跟这家人搞好关系，简直是白日做梦。可就在这时，威尔哈特却突然收手，说这房间里根本没值钱的东西。这下轮到安内利杰愣住了，他到底把我想成什么人了？面对只在喉咙间的长剑，安内利杰干脆摊牌了。他说自己只是迷路了，哪有对着柔弱女子动刀动枪的。威尔哈特虽然收了手，但眼神里的怀疑一点没少。安内利杰这才反应过来，这家伙不只是针对他，连他母亲梅格也被怀疑了。说起来，母亲确实是个不省心的主，不仅生活自理能力基本为零，甚至连再婚这种大事都没跟女儿商量过。摊上这么个妈，这下在公爵家的日子恐怕要比想象中更难熬了。曾经的安内利杰在这个家里就像个透明人，甚至在别人的生日宴上，他都被要求躲在房间里不准露面。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孤独，他比谁都清楚。直到母亲梅格出现在他的生命里，那句温柔的安妮，还有那声发自内心的我爱你，成了他黑暗童年里唯一的光。对他来说，母亲不只是亲人，更是他在这世上好不容易才抓紧的救命稻草。所以无论现在的局面有多难，只要能守护这份温暖，他绝不会轻易退缩。为了守护母亲，安内利杰这次彻底豁出去了。他直视着威尔哈特的剑锋，坚称母亲绝不是为了钱才嫁进来的。可威尔哈特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冷笑着反问：这种事你要怎么证明？毕竟想攀附公爵家的人多的是，谁知道那副单纯的样子是不是演出来的？局面眼看就要陷入僵局，安内利杰却突然反手就是一个将军。他说：既然这门婚事是公爵大人亲自定的，那你现在这么怀疑，不就是在骂你父亲是个老糊涂吗？这逻辑简直没毛病。要是承认母亲是骗子，那就等于承认公爵是个会被骗婚的蠢货。看着威尔哈特僵住的表情，安内利杰知道这一回合是他赢了。话刚说出口，安内利杰就恨不得抽自己一嘴巴。刚才为了逞一时口快，竟然顺着逻辑把公爵也给骂了，这哪是将军啊，这简直是在雷区跳舞。眼看威尔哈特的脸色越来越冷，他当场表演了一个光速滑跪，一边疯狂道歉，一边解释自己刚才只是被气糊涂了，顺便求他先把那把吓人的剑收起来。没想到这一招居然奏效了，威尔哈特叹了口气，真的把剑插回了剑鞘。安内利杰还以为这关算过了，赶紧凑上去问他是不是相信自己了，结果人家头也不回的丢下一句：我没理由相信你。看来帅不过3秒，在这个家里，他想刷满好感度，路还长着呢。威尔哈特最后还是收手了，但他把话挑得很明，之所以暂时放你一马，不是因为相信你，而是不想公开质疑他父亲的眼光。说完，他头也不回的走了，任凭安内利杰在后面怎么喊，人家连个眼神都没给，这高冷的态度简直让人抓狂。好不容易从那个压抑的房间逃出来，安内利杰本想在花园里透口气，顺便找回房间的路，毕竟指望那个冰块脸带路，简直是白日做梦。可他还没来得及庆幸自己死里逃生，麻烦就又找上门了。就在他盘算着怎么回去的时候，一盆冷水突然从天而降，直接把他淋成了落汤鸡。这下真是透心凉，看来在这个家里，想要他命的人还没走，想要看他笑话的人已经排着队等在那了。泼水的元凶终于现身了，竟然是公爵家的3儿子埃德温。这小屁孩坐在窗台上，笑得那叫一个嚣张，指着被淋成落汤鸡的安内利杰，张口闭口就骂他是来骗家产的小偷。原来他刚才全看见了，看见威尔哈特拿剑指着安内利杰，就觉得这个平民好欺负，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既然哥哥没空理你，那就由他来亲自照顾一下。安内利杰这暴脾气哪能忍，这熊孩子真是欠收拾。趁着他跳下窗台，在那臭屁显摆，他反手就是一个扣杀，直接把空水桶死死扣在了他头上。刚才还嚣张的不行，这下瞬间就老实了。安内利杰用行动告诉他，想在这个家里立足，光靠忍气吞声可不行，该出手时就要狠一点。埃德温把水桶从头上拔下来，气得直跳脚，还想仗着身份威胁安内利杰，问他知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这副死鸭子嘴硬的架势，真是让人看了就想笑。安内利杰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使出了终极杀招，问他介不介意自己去跟公爵聊聊。刚才还嚣张跋扈的熊孩子，一听到要告家常，瞬间就哑火了。他急得语无伦次，拼命强调这只是件小事。安内利杰趁机一顿输出，既然知道是小事，那你刚才泼水的时候怎么不想想？这下埃德温是被彻底拿捏住了。可谁也没注意到，在楼上的窗户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身影在偷偷观察，那是公爵家最体弱多病的小儿子卢希尔。他看着楼下这个战斗力爆表的女人，眼神里满是好奇。被女仆发现后，卢希尔怯生生地道了歉，他小声嘟囔着：听说父亲的新妻子已经到了，看来这位新成员的到来已经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卢希尔只是想去打个招呼，可母亲这2个字刚出口，身边的女仆瞬间就变了脸，那眼神冷得让人脊背发凉。他开始阴阳怪气的嘲讽，说小少爷讨好人的本事真大，竟然对一个来历不明的平民摇尾巴，甚至还搬出卢希尔去世的生母，问他这样做对得起谁。卢希尔刚想辩解，就被女仆厉声喝止，他死死抓着这孩子的肩膀，一字一句的进行道德绑架，提醒卢希尔他的母亲是因为生他才死的。这种精神控制简直令人窒息，他逼着卢希尔承认错误，逼着他产生负罪感，仿佛只要卢希尔想得到一点温暖，就是对他亲生母亲的背叛。看着卢希尔被吓得不停道歉，女仆这才满意的收起獠牙，重新换上一副温柔的假面具。在这个看似华丽的公爵府里，真正的恶意往往藏在这些最亲近的人身边。
女仆贴在卢希尔耳边，用最温柔的语气说着最狠毒的话。她说卢希尔是个无可救药的废物，除了失败什么都不会。这简直就是杀人诛心！他不仅要摧毁这孩子的自尊，还要彻底限制他的自由，警告他没有允许，绝对不准踏出房门一步。临走前，他还不忘补上一刀，说这都是为了公爵府的名声，不想让他成为家族的耻辱。这种打着保护旗号的软禁，才是最让人绝望的。随着房门被重重关上，卢希尔被彻底孤立在了黑暗里。在这个本该是家的地方，他却像个囚犯一样无处可逃。谁能想到，这孩子到底经历了多少这样的日子？来到公爵家的第3天，这顿早饭吃的那是相当尴尬。明明是一家人，餐桌上却冷清的要命。公爵无奈的跟女儿道歉。安内丽杰心里很清楚，那2个哥哥哪是害羞，分明是在躲着长辈走。可最让他郁闷的是，哥哥们在父母面前装乖，对自己却是彻底无视。这公爵家的水比想象中还要深。聊着聊着，话题转到了那个没露面的小儿子卢希尔身上。原来这孩子身体一直不好。公爵叹了口气，说卢希尔出生时母亲就去世了，自己以前也没怎么顾得上他，只能让他跟着女仆生活。就在这时，梅格突然提了一句，说想在离开前见见这孩子。安内丽姐整个人都愣住了。离开？这又是唱的哪一出？谁能想到，这对公爵夫妇居然是甩手掌柜。梅格笑着宣布，下周就要和公爵去度蜜月。安内丽姐整个人都傻了，说是去视察领地，结果马车一转头，就这么把他丢下了。家里的顶梁柱一走，安内丽杰的预感果然成真，这公爵府里的气氛瞬间就不对了。他只是想找口水喝，可眼前的女仆头都不抬，语气冷淡的像个冰块，直接让他自己去厨房找。安内丽杰刚想问厨房在哪，对方竟然扭头就走，完全没把这位大小姐放在眼里。看来在这个家里，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刚刚开始。被女仆当成空气，安内丽杰这下是真的头大了。她心里其实很清楚，这些女仆为什么看她不顺眼。大家原本都是平民阶层，凭什么你摇身一变就成了我们要伺候的大小姐？换谁心里都不会平衡。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天色一暗，安内丽杰直接两眼一抹黑，她发现自己连盏灯都点不着。在这个国家，所有的生活工具都靠魔力驱动，可她偏偏一点魔力都没有。那些不需要魔力的老物件早就被时代淘汰了。看着这满屋子的魔法灯具，安内丽杰彻底犯了难。在这个处处讲魔法的豪宅里，没点真本事，恐怕连今晚都熬不过去。看着这盏华丽的魔法灯，安内丽杰这下是真的抓瞎了。他试着像别人那样去感应，结果折腾了半天，这灯连个火星子都没冒出来。果然和想的一样，没有魔力，在这个家里简直寸步难行。可总不能就这么黑灯瞎火的坐着，他决定硬着头皮试最后一次。既然魔法不灵，那就只能靠最原始的办法了。他摸索着灯座上的机关，深吸一口气，成败就在这一举。只听砰的一声巨响，灯虽然亮了，但这动静闹得实在太大，简直像是在寂静的走廊里放了个炮仗。这下彻底闯祸了。刚才那个冷脸女仆果然被这动静给招了回来。看着对方那副要吃人的样子，安内丽杰知道这回怕是解释不清楚了。随着一声脆响，昂贵的魔法灯碎了一地。安内丽杰还没反应过来，女仆的尖叫声就先到了，质问她到底在干什么。这下真是出洋相了。安内丽杰从小就笨手笨脚，只要是带魔力的东西到她手里准没好下场，甚至连家里的兄弟都嫌弃她。女仆一边抱怨一边赶人，说她弄坏了公爵家的宝贝，让她赶紧让开，别挡路。安内丽杰只能低头道歉，像个受气包一样被赶了出来。直到走在走廊上，她才发现手心被划破了，钻心的疼让她清醒了不少。早知道这地方处处是陷阱，当初就该带盏普通的油灯过来。被赶出房间的她漫无目的的走在花园里，在这个处处讲血统和魔力的豪宅，她这个名义上的大小姐到底还能躲到哪里去？虽然被女仆赶了出来，但安内丽杰心态还算稳。既然人家要打扫，她正好在花园里透透气。结果刚走没几步，就发现草丛里有个鬼鬼祟祟的身影。那个银发小男孩慌得不行，嘴里一直念叨着要躲起来。安内丽杰一眼就认出了他，这不就是公爵家那个体弱多病的4子卢希尔吗？可还没等他打个招呼，卢希尔就像见了鬼一样，大喊一声对不起，撒腿就跑得没影了，留下安内丽杰在原地自我怀疑，难道自己长得真有那么吓人吗？就在他郁闷的时候，裙角突然被什么东西给拽住了，回头一看，竟然是一只灰扑扑的小狼，正眼巴巴地盯着他。这小家伙胆子倒是不小，不仅不害怕，还一个劲的往他身上蹭。安内丽杰顺势把他抱了起来。谁能想到，在这冷冰冰的公爵府里，最先给他温暖的竟然是这个捡来的小家伙。看着怀里这个撒娇的小家伙，安内丽杰突然反应过来，难怪刚才卢希尔慌成那样，原来他拼命想藏起来的秘密就是这只小狼。还没等他稀罕够呢，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断喝，公爵家的3子埃德温出现了。他质问安内丽杰到底在干什么。埃德温指着他怀里的动物，做事要去给大哥威尔哈特告黑状。安内丽杰吓得赶紧冲上去，一把捂住他的嘴，求他千万要保守秘密。可埃德温接下来的话让他整个人都傻在了原地。他说这是公爵家最小儿子的狗。为了保住卢希尔的秘密，安内丽杰也是拼了。他对着埃德温一顿软磨硬泡，说大家小时候都瞒着家长养过宠物，求他千万别去告状。可埃德温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觉得安内丽杰就是在演戏，甚至还嘲讽他多管闲事，为什么要关心一个连面都没露过的怪胎。安内丽杰气不过想反驳，结果埃德温直接吼了出来，说卢希尔根本就是个不出房门的废物，怎么可能在花园里养狗？这话一出，两个人都愣住了。
安内利杰敏锐地察觉到不对劲，既然卢希尔从不出门，那刚才在草丛里撞见的男孩是谁？难道那个孩子一直被秘密关在房间里？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埃德温脸色一变，放下一句狠话就脚底抹油溜了。看着他逃跑的背影，安内利杰心里更不安了。这个家对那个小男孩到底做了什么过分的事？卢希尔刚溜回房间，脑子里还全是那个新来的姐姐，结果一转头就被守在门口的女仆抓个正着，这下麻烦大了。女仆的语气冷得让人发指，她质问卢希尔为什么不听话，明明被禁止离开房间，竟然还敢偷偷跑出去。卢希尔只能低着头不停道歉，可接下来的话才是真正的杀人诛心。女仆恶狠狠地提醒他，是因为他的出生才害死了母亲，公爵大人之所以不愿见他，全是因为恨他夺走了挚爱。他甚至还威胁卢希尔说，等长子继承了爵位，他这个多余的人就会被彻底扔掉。看着卢希尔被吓得不敢动弹，女仆又换上一副虚伪的面孔，假装亲昵地抱住了他。这种令人窒息的精神控制，在这个家里每天都在上演，没人来救他，也没人关心他的死活。卢希尔只能像个木偶一样，绝望地答应着那个好孩子的契约。女仆的惩罚还没结束，她不仅克扣了卢希尔的晚饭，还逼着他一遍遍练习对口功，要他在大哥威尔哈特面前撒谎，说自己每天都过得很开心。看着卢希尔麻木地重复着台词，女仆竟然还嫌不够，她强行扯开卢希尔的嘴角，逼他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甚至还洗脑说只有他才是真心对卢希尔好的人。这种令人作呕的戏码在黑暗的房间里不断重复。而此时在走廊的另一头，安内利杰因为半夜口渴，正披着睡袍下楼找水喝。原本寂静的公爵府在深夜显得格外阴森。安内利杰一边走一边纳闷，明明记得走廊尽头没放东西，怎么现在却有一团奇怪的光？安内利杰怎么也没想到，走廊尽头那团微弱的光，竟然是倒在地上命悬一线的卢希尔。这孩子蜷缩在冰冷的地板上，整个人已经陷入了半昏迷。此时的卢希尔正经历着双重折磨，身体的剧痛让他几乎无法呼吸，脑子里还全是女仆那些杀人诛心的话，说他害死了母亲，说他是个没人要的累赘。这些恶毒的诅咒像枷锁一样要把他拖进深渊。就在他快要放弃挣扎的时候，一个温暖的怀抱突然接住了他。安内利杰紧紧搂住这个发抖的孩子，在他耳边一遍遍温柔的引导，让他跟着自己的节奏慢慢呼吸，告诉他一切都结束了。这种久违的不带任何恶意的体温，让卢希尔在恍惚中失了神。他费力地睁开眼，看着眼前那头熟悉的橙色长发，竟然下意识喊出了那个尘封已久的称呼。他把安内利杰当成了死去的母亲，那股从心底涌上来的暖流，终于驱散了周围所有的寒冷。安内利杰总算找到了这间屋子，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心里发毛。这哪里像个小孩子的房间，干净得过头了，连一件玩过的玩具都看不见。就在这时，卢希尔在睡梦中抓住了他的手，嘴里还迷迷糊糊地喊着妈妈。这孩子一定是太想家了，可接下来的那句对不起，听得人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到底经历过什么，才会连做梦都在道歉？原来卢希尔的身世这么惨，他的母亲在生他时就去世了，公爵当时也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给这孩子一点点关心。安内利杰听着这些往事，看着眼前这个缩成一团的小家伙，心里最后一点防线也塌了。他决定留下来，哪怕只是一小会儿也好。结果这一陪就到了天亮。他趁着女仆们还没起床，赶紧偷偷溜回了自己房间。本以为做的神不知鬼不觉，可他哪里知道，就在那扇半掩着的门后，一双眼睛已经盯了他很久了。他的秘密行动恐怕早就传到了某些人的耳朵里。安内利杰一大早就找了过来，借口说担心卢希尔的身体，想看看这孩子好点没有。可女仆的态度冷冰冰的，显然没打算让他轻易进屋。就在气氛僵住的时候，卢希尔竟然自己走了出来。这孩子还是那么有礼貌，可他接下来的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他居然在为昨晚的事道谢，还说自己给安内利杰添了麻烦。这下可好，原本想保密的深夜会面一下子全露馅了。女仆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这孩子平时连话都不敢多说，今天居然主动跟人搭讪，甚至还在微微发抖。看来昨晚发生的事已经引起了某些人的怀疑，接下来的日子恐怕没那么好过了。安内利杰这性格真是火风火火，还没等女仆反应过来，他就提出要带卢希尔去散步。女仆刚想拿规矩挡箭，结果下一秒安内利杰直接一把抱起这孩子，转头就跑。这下谁都拦不住了，他带着卢希尔一路小跑，总算找了个没人的清静地方。可这孩子还是那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开口第一句又是道歉，说自己昨天添了麻烦。安内利杰听得心里直发酸，这哪是添麻烦，明明是让人心疼。他赶紧安慰这小家伙，说他根本没做错任何事。可看着卢希尔那副受惊的样子，安内利杰突然意识到，这孩子心里的恐惧恐怕比他想象的还要深。安内利杰顾不上别的，拉着卢希尔仔细检查，确认这孩子没受伤，才松了口气。他那灿烂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照进了卢希尔心里，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真正的温暖。为了让卢希尔放松下来，安内利杰还特意拿出了面包，提议一起去喂那只小狗。卢希尔虽然有点猛，但还是乖乖跟了过去。谁能想到，这只看起来有点凶的灰狼，一见到面包就变得特别温顺，甚至还围着卢希尔撒起娇来，逗得这孩子咯咯直笑。看着卢希尔终于露出了笑容，安内利杰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在这片洒满阳光的草地上，所有的恐惧和不安似乎都暂时消失了。可这种平静的日子真的能一直持续下去吗？安内利杰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只狗
怎么比昨天大了一圈？还没等他想明白，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公爵家的三儿子埃德温竟然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小少爷脾气可不小，一上来就纠结称呼问题，非要安内利杰叫他领主大人。安内利杰心里直犯嘀咕，这家伙该不会是来找茬的吧？结果埃德温话锋一转，盯着那只灰狼说：“这可是卢希尔的魔兽。”安内利杰这下彻底懵了，合着自己陪着玩了半天的，竟然是个危险生物。在他们的世界里，魔兽体内都藏着魔力，一旦这股力量失控，他们就会变成攻击人类的怪物，而且这种变化完全是随机的。安内利杰看着眼前的灰狼，心里一阵后怕，这孩子身边跟着这么个大家伙，到底是保护还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威胁？埃德温这番话信息量太大，原来魔兽是靠吸食主人的魔力活着的，难怪安内利杰这2天总觉得累，合着是被这小家伙当成充电宝了。看着安内利杰一脸懵的样子，埃德温忍不住扶额叹气。他坦白说，昨天之所以态度差，是因为怀疑安内利杰是别有用心的驯兽师，现在看来，这女人纯粹是心大。安内利杰倒是一点没生气，反而像个大姐姐一样夸奖埃德温小年纪就知道保护家人，这下可把傲娇的小少爷给点燃了。他气得直跳脚，非说自己的心理年龄比安内利杰大得多。就在两人闹得不可开交时，安内利杰突然收起笑脸，问了一个让气氛瞬间凝固的问题。他说：“贵族管家里的女仆叫夫人，这在你们这儿难道是正常的吗？”这句话一出，埃德温也愣住了。埃德温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在公爵府绝对不会有人管女仆叫夫人。这下安内利杰彻底坐不住了，如果这个称呼是错的，那卢希尔为什么要这么叫？回忆的碎片瞬间涌现，在那阴暗的走廊里，年幼的卢希尔竟然卑微的跪在地上，他哭喊着让那个女仆停下，嘴里喊出的正是那个荒唐的称呼。可那个女仆不仅没有停手，反而一脸阴沉的转过身，语气里全是威胁。她质问卢希尔为什么要无视他的警告，去亲近安内利杰那个女人。一个本该伺候人的女仆，竟然敢对公爵家的小少爷表现出这种掌控欲，甚至还妄想取代女主人的位置。安内利杰终于看清了卢希尔在这个家里到底过着怎样暗无天日的生活，而那个女仆的真面目恐怕比魔兽还要可怕。这个女仆的心里已经彻底扭曲了，听着卢希尔崩溃的哭声，她竟然觉得像音乐一样悦耳。在她眼里，这个公爵家的小少爷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意摆弄的昂贵玩具，她最享受的就是卢希尔那种离不开她的样子，哪怕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卢希尔还是会下意识地相信他。这种病态的依赖已经持续了太久太久。可安内利杰的出现让这个女仆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看着卢希尔被那个女人抱在怀里，她恨得咬牙切齿，绝不允许有人抢走她的猎物。她故意把卢希尔逼到角落，用那种温柔到让人发毛的语气问：“小少爷，你觉得我是在欺负你吗？你是不是最喜欢我了？”卢希尔早就被吓破了胆，只能像木偶一样重复着那些话，承认自己喜欢这个恶魔，甚至还管他叫夫人。女仆露出了得逞的冷笑，她告诉卢希尔，弄坏玩具没关系，只要听话，他会再给他买新的。这种精神上的枷锁正在一点点把卢希尔彻底拽进深渊。这个女仆简直坏透了，她不仅要控制卢希尔的人，还要亲手毁掉他心里最后的念想。就在卢希尔面前，那只承载着母亲回忆的铃铛被狠狠地摔在了地上。看着碎成几瓣的铃铛，女仆不仅没有收手，反而开始了最恶毒的心理折磨。她故作惋惜地说：“哎呀，这可是你妈妈留给你的宝贝，竟然就这么碎了。”这一句话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卢希尔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想道歉，想把碎片捡回来，可那种巨大的负罪感瞬间将他彻底淹没。卢希尔的精神防线彻底崩塌，而那个女仆就那样冷冷地站在一旁，看着这个可怜的孩子在痛苦中挣扎，仿佛这一切都只是他随手完成的一件作品。谁能想到，就在这压抑的房间里，真正的死神竟然破窗而入，一只红着眼的巨狼撕碎了黑暗，直冲着女仆扑了过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埃德温猛地推开大门冲了进来，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惊呆了。那个女仆的手臂已经被鲜血染红，整个人被吓得语无伦次。埃德温顾不上那么多，一个箭步冲到卢希尔身边，死死地护住这个已经崩溃的弟弟。可那只魔兽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他低伏着身体，喉咙里发出令人胆寒的低吼，那股带着死亡气息的寒烟已经喷到了两个人的脸上。这公爵府的深夜注定要被鲜血彻底染红，事情变得越来越诡异了。埃德温发现这只凶猛的魔兽竟然对昏迷的卢希尔有种异样的执着，他不是在捕猎，倒像是沾上了这个孩子。看着倒地不起的卢希尔，埃德温想伸手去拉他，可那只魔兽根本不给机会，他猛地张开血盆大口，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局面瞬间到了生死关头。埃德温只能拼了命地护在前面，他甚至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熟悉的身影挡在了他们面前，是安内利杰。他竟然直接迎向了那只魔兽，没有武器，也没有恐惧，只是温柔地说了一句：“没事了。”这一刻，所有的杀气都消失了。安内利杰的笑容就像是黑暗中唯一的救星，让原本必死的局面瞬间迎来了转机。那是一个阴沉沉的午后，卢希尔看向窗外，发现草地上躺着一个小家伙，他看起来已经支撑不住了。他赶紧跑下楼，谁能想到这只小狼居然慢慢睁开了眼，还主动凑了过来。从那天起，卢希尔有了自己的秘密，他瞒着所有人，偷偷和这个小家伙一起玩耍。他轻声问：“你也是一个人吗？”没人知道，这个小小的举动会彻底改变他的命运。在卢希尔心里，这只小狼就像另一个自己，是他在孤独日子里
唯一能藏起来的宝贝。那时候的相处是他最珍贵的回忆，可谁能想到，曾经那个温顺的小家伙，现在竟然完全变了样。就在一瞬间，现实彻底粉碎了幻觉。安内丽杰还没反应过来，手臂上就传来了剧痛，鲜血滴落在大理石地面上。这孩子到底怎么了？现场彻底炸了锅。埃德温冲过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盯着那条受伤的手臂，声音都在发抖：“卢希尔，你有没有受伤？”卢希尔死死盯着眼前的血迹，整个人像是丢了魂。他小声念叨着：“全怪我，都是我的错。”就在这时，安内丽杰忍着剧痛，轻轻打断了他的话。他温柔地说：“不是那样的，这不是你的错，卢希尔。”谁也没想到，在这个时候，他最先想到的竟然是安慰别人。安内丽杰强撑着笑脸，轻声告诉卢希尔，这真的不是他的错。可那只狼却越咬越狠，鲜血已经浸透了衣袖。就在这时，大门被猛地撞开，守卫们提着剑冲了进来。看到眼前的惨状，守卫大喊着：“卢希尔少爷，您没事吧？”他们盯着那只满嘴鲜血的魔兽，眼神里全是杀气。这畜生竟然敢袭击主人，今天绝对留不得他。眼看长剑就要落下，那只狼恐怕保不住了。谁也没想到，安内丽杰竟然大喊一声：“等一下！”谁都没想到，安内丽杰竟然张开双臂，死死挡在狼的面前。你们绝对不能杀他！守卫们都觉得他疯了，明明自己被咬得鲜血淋漓，竟然还要护着这只凶兽。就在这时，旁边的女仆突然冷笑一声，像是抓住了什么把柄，直接把脏水泼到了安内丽杰身上。她大声质问：“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吧？肯定是你带走少爷的时候，对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女仆的诬陷步步紧逼，安内丽杰却根本没法反驳，因为她心里清楚，如果现在说出真相，卢希尔就要替这只狼背黑锅了。面对这种死局，她到底该怎么选？安内丽杰还在虚弱的解释，说这真的不是狼的错。可话还没说完，一个冰冷的声音瞬间让全场安静了下来。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威尔哈特回来了，周围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喘。看着满地的狼藉和受伤的妹妹，他的眼神冷得像冰块。他盯着那只魔兽，语气里全是压迫感：“你们竟然让这种东西闯进公爵府！”就在这要命的关头，那个女仆突然跳了出来，指着安内丽杰大喊：“是她，就是这位小姐把她放进来的！”这下彻底完了，勾结魔兽可是重罪。安内丽杰现在百口莫辩，威尔哈特真的会相信这个恶毒的谎言吗？看着安内丽杰手臂上的血迹，威尔哈特的眼神彻底沉了下去。还没等他开口，那个女仆竟然又开始倒打一耙。她尖叫着说：“这伤口全是安内丽杰自找的，是他为了迷惑小少爷，故意演了这么一出戏。”就在这时，卢希尔终于爆发了，他大声反驳说：“这全都是谎言。”威尔哈特没有理会争吵，而是转过头，死死盯着躲在后面的卢希尔，让他亲口解释清楚。卢希尔被吓得浑身僵硬，但他还是护在狼的面前，小声说出了那个秘密：这只狼不是什么凶兽，而是他唯一的朋友。全场瞬间死寂。威尔哈特看着地上的狼，语气里透着让人胆寒的威压。既然是朋友，那为什么会闹成现在这样？卢希尔愣住了。威尔哈特的声音冷得像冰，他居高临下的看着卢希尔，直接把所有的罪名都扣在了这个7岁的孩子头上。这次骚乱你要负全责，因为你的任性害得别人受伤，还把整个公爵府搞得一团糟。卢希尔低着头，卑微的承认了这一切，甚至还喊他威尔哥哥。站在一旁的安内丽杰整个人都听傻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明明卢希尔才是受害者，为什么现在反而要他来背黑锅？威尔哈特转过头看着安内丽杰血流不止的手臂，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让他赶紧去包扎。可安内丽杰像是变了个人，他直接甩开了手，大声说：“这根本不重要。”他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这个家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指责卢希尔？看着威尔哈特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安内丽杰知道，如果他现在不站出来，卢希尔这辈子就彻底毁了。安内丽杰这下彻底炸了，他看着那个满脸阴险的女仆，再看看冷冰冰的威尔哈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大声质问：“卢希尔才多大一点，这种事怎么可能是他的错？”威尔哈特还想拿身份压人，他皱着眉头让安内丽杰闭嘴，说他失血过多会晕倒的，让他赶紧去治伤。可安内丽杰根本不吃这一套，他指着威尔哈特的鼻子骂，说他只会在那摆臭架子。卢希尔还是个孩子，他懂什么叫承担责任？威尔哈特沉默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这就是生在公爵家的命。”这句话直接把火药桶点燃了。安内丽杰冷笑着反问：“既然你这么爱谈责任，那你教过他怎么做吗？你除了冷眼旁观，还尽过什么当哥哥的责任？”他最后那句话简直是把公爵家的遮羞布全撕了。他说他根本不在乎什么名誉，他只看到一个冷血的疯子。威尔哈特被对得哑口无言，他看着安内丽杰满手的鲜血，眼神终于开始乱了。安内丽杰还在强撑着，他指着被吓坏的卢希尔，质问威尔哈特为什么不先关心一下自己的亲弟弟。威尔哈特被对得哑口无言，他看着眼前这个倔强的女孩，第一次感到了不知所措。可就在这时，安内丽杰的声音越来越小，他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眼前的景象开始变得模糊。他想说自己没事，可身体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失血过多的后劲瞬间爆发，让他连站稳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在他彻底失去意识的那一刻，威尔哈特猛地冲上前，一把将他死死抱住，惊恐地喊着他的名字。安内丽杰终究还是没能撑住，在这一片混乱中，他彻底失去了意识。安内丽杰受了重伤，威尔
哈克整个人彻底爆发，眼看这头畜生环要扑上来，卢希尔吓得大声尖叫，局面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谁也没想到威尔哈克出手竟然这么狠，一刀下去，直接把这怪物彻底封印。危机暂时解除了，但他接下来的命令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脊背发凉。这头野兽要关起来，但那个孩子又该怎么处理？安内利杰的伤势非常严重，威尔哈克立刻下令找医生，要把他带去客房安置。可他根本顾不上自己的伤，反而大声质问：为什么不先去看看卢希尔？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威尔哈克总是这么冷酷。其实这一切在他小时候就有了答案。听说你和朱丽叶斯吵架了，母亲曾经劝过他，说他对身边的人实在太严厉了，尤其是对自己的家人。可小小的威尔哈特却觉得，如果连对亲人都狠不下心，以后还怎么让下属服众？既然生在公爵家，就注定要放弃一些东西。母亲没有反驳他，只是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说他的这份坚持并没有错。但是有些道理，只有在真正失去的时候才会明白。安内利杰躺在床上，嘴里还在微弱地呢喃着什么，这副样子让守在床边的威尔哈特陷入了沉默。他脑子里全是卢希尔受惊的画面，这个家已经经不起更多的折腾了。好在管家及时带着医生赶到，威尔哈特没有多留，只是冷冷地丢下一句交给你们了，随后便转身离开。他表现得越是冷静，周围的人就越是害怕。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嘈杂的喊声，埃德温正不顾阻拦地冲过来。埃德温这下彻底炸毛了，面对女仆好心的劝说，他根本听不进去，甚至大声吼着让所有人滚出去。在他看来，卢希尔和那个受伤的女人才更需要医生的照顾，而他只想一个人待着。可一旦安静下来，脑子里全是刚才混乱的画面。安内利杰为了保护孩子，那种不顾一切质问他的样子，像针一样扎在他心里。还有卢希尔那声绝望的尖叫，始终在他耳边回荡。他狠狠的一拳砸在墙上，心里这道坎怕是短时间内怎么也过不去了。埃德温现在觉得自己真没用，刚才那种混乱的场面，他竟然什么忙都没帮上。大哥一出手就掌控了全局，就连平时胆子最小的卢希尔这次都没有退缩，甚至连那个女人都表现得比他更有担当。这种被所有人甩在身后的感觉，让他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他本来想去房间看看情况，可刚走到门口，就听见里面的仆人在嚼舌根，有人在小声议论，说医生现在正忙着照顾那个妓女，也就是安内利杰。听到这话，埃德温停下了动作，这帮人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这帮下人的心肠真够黑的，他们聚在走廊里交头接耳，不仅议论安内利杰的伤口深，甚至还幸灾乐祸地觉得，如果他脸上留了疤，以后就再也没法穿漂亮的裙子了。更过分的是，他们竟然觉得这是件好事，觉得终于有借口把这个所谓的平民女儿给关起来。这些恶毒的话全被躲在暗处的埃德温听见了，他死死地攥着拳头，显然已经快要听不下去。而另一边，年幼的卢希尔正被关在房间里，女仆一边虚伪的让他休息，一边强行给他盖上被子。卢希尔躺在床上，心里却始终放不下那个救了他的女人。他小声地问女仆：“安内利杰现在怎么样了？”女仆却笑得一脸轻松，说：“医生已经去看过了，让他什么都别管，只管闭上眼睛睡觉。”可卢希尔怎么可能睡得着？只要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刚才安内利杰护在他身前，对他温柔微笑的样子，那种温暖的感觉是他从来没有体会过的。等女仆离开后，卢希尔再也忍不住了，他掀开被子，光着脚偷偷溜下了床。他要去亲眼看看那个为了救他而受伤的姐姐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卢希尔刚溜到走廊，就被身后的声音抓了个正着，他吓得整个人都僵住了。回头一看，竟然是同样没睡觉的埃德温。埃德温让他别一惊一乍的，还特意叮嘱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大哥知道。他一眼就看穿了卢希尔的心思，知道这小家伙是想去看安内利杰。看着卢希尔唯唯诺诺道歉的样子，埃德温虽然嘴上嫌弃，但接下来的动作却让人意外。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吊坠，直接塞到了卢希尔手里，说他来的正好，顺便把这个东西带给那个女人。卢希尔看着手里的吊坠，整个人都懵了。谁能想到，平时冷冰冰的埃德温竟然会私下送东西过去？埃德温把东西送到后，交代了一句，就扭头离开了，留下卢希尔一个人，手里死死地攥着那个吊坠。他轻手轻脚地推开房门，终于见到了昏睡中的安内利杰。他就那样安静地躺在床上，看起来非常虚弱。卢希尔慢慢走过去，把那个沉甸甸的吊坠轻轻放在了他的手心里。可就在这时，他看到了安内利杰手臂上的伤口，那层层叠叠的白绷带竟然已经被鲜血彻底染红了。这一幕对卢希尔来说简直是触目惊心，他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觉得这一切全都是因为自己。他守在床边，对着昏睡的安内利杰一遍又一遍地小声说着对不起。看着安内利杰的伤口，卢希尔彻底陷入了黑暗的回忆，那些恶毒的话语像噩梦一样在他脑海里翻涌。女仆曾指着他的鼻子骂，说他是个只会闯祸的废物，甚至诅咒他，说他一出生就害死了自己的母亲。卢希尔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个不祥的人，所有珍贵的东西最后都会因为他而破碎。就在他快要崩溃的时候，一个坚定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安内利杰大声反驳着那些恶意，他说这种事怎么能怪到一个孩子头上。他看着卢希尔，眼神里全是温柔和包容，他一字一句地告诉他，卢希尔，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这句简单的话就像是一道光，彻底照亮了卢希尔那颗冰冷的心。卢希尔守在床边，心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那就是求求他快点醒过来。他紧紧抓着被角，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想亲口听他再说一遍，这一切真的不是他的错。在他模糊的意识里，安内利杰正站
在阳光下对着他灿烂的微笑，那是他这辈子见过最温柔的光。卢希尔再也撑不住了，他趴在床边放声大哭。他不在乎什么公爵之子的身份，他现在只想听听他的声音。这一夜，卢希尔就这样守着他，等待着那个能让他彻底解脱的奇迹出现。在一阵迷糊中，安内利杰终于睁开了眼睛，他看着天花板，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在哪里。就在他准备起身的时候，整个人彻底愣住了。他下意识地看向自己的手臂，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原本那些触目惊心的伤口，竟然全都消失了。散落的绷带下面，皮肤完好如初，连一点受伤的痕迹都找不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神迹发生了吗？还没等他想明白，他突然感觉到床边有人，转头一看，竟然是卢希尔。这个小家伙就这样趴在他的腿边睡熟了，手里还死死抓着被角，看样子是守了他整整一夜。看样子他的伤已经好了，本想让他多睡一会，结果这孩子醒得还挺快。卢希尔显然也懵了，反应过来之后，吓得赶紧道歉。他说自己不是故意的，只是不小心在这睡熟了。卢希尔一个劲的道歉，说自己不该在这睡着，还反过来感谢安内利杰的关心。这孩子心里显然过不去，觉得自己没照顾好姐姐，甚至担心他会因此感冒。安内利杰并没打算怪他，可就在这时，卢希尔突然拽住了他的衣角。他低着头，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这一切真的不是他的错吗？”这一句话听得让人心里发酸。卢希尔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他一直觉得是自己害死了母亲，觉得自己是个只会犯错的坏孩子，甚至连安内利杰受伤，他也全怪在自己头上。这孩子显然钻进了死胡同。安内利杰想起父亲曾说过，当年因为疏忽，确实没能给卢希尔足够的关爱。看着眼前这个缩成一团的孩子，安内利杰一把将他搂住，语气无比坚定。他说那不是真的，这一切绝对不是卢希尔的错。压在孩子心里多年的那根刺，终于要被拔掉了。安内利杰把话说得很死，不管是他的伤，还是母亲的离开，通通都和卢希尔没关系。看着卢希尔那副不敢相信的样子，安内利杰承诺，哪怕要说上成千上万遍，他也会一直告诉他这个真相。这绝对不是卢希尔的错，一遍不行就2遍，直到他彻底相信为止。卢希尔愣在原地，小心翼翼地反复确认，真的不是他的错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这个一直紧绷着的小男孩终于彻底破防了。他再也忍不住，在安内利杰面前放声大哭，要把这些年的委屈全哭出来。这一刻，他才真正变回了一个孩子。卢希尔在怀里哭个痛快，仿佛要把这些年攒下的委屈通通都发泄出来。等他终于止住了哭声，却还是舍不得离开，小声嘟囔着想多待一会儿。可他心里还是怕，担心父亲和哥哥们会生气，毕竟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麻烦。安内利杰看出了他的顾虑，直接提议，咱们现在就一块去见他们，有些话必须得让卢希尔亲口说出来，这块心里的大石头才能彻底落地。看着安内利杰那自信的笑容，卢希尔终于不再害怕，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一关，他们打算一起闯过去。看着卢希尔终于点头，安内利杰心里暖洋洋的，第一次觉得来到这个家真是太好了。可温馨的气氛还没维持多久，房门就被猛地推开，埃德温冒冒失失的闯了进来，满屋子找他的宝贝弟弟。安内利杰刚想教训他，进女孩子房间要先敲门，埃德温却压根没心思听这些。他盯着安内利杰的手臂，整个人都愣住了，原本那道吓人的伤口竟然像变戏法一样消失了。这事儿确实透着古怪，安内利杰自己也解释不清楚，只能开玩笑说是贵族的神奇力量。可埃德温显然没那么好糊弄，他突然凑近，眼神里写满了怀疑，事情好像又变得不对劲了。埃德温找了个蹩脚的借口，说是因为床单上有蜘蛛，才突然凑那么近。可他马上想起一件大事，安内利杰的那只魔兽马上就要被处死了。就在1个小时前，公爵府的办公室里，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女仆正对着威尔哈特打小报告，把昨天的意外全怪在安内利杰头上，说他不顾卢希尔身体虚弱，非要强行带人出去。眼看女仆越说越离谱，威尔哈特直接冷冷地打断了他。他叫女仆过来，是想听听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听这些添油加醋的废话。威尔哈特这人向来拎得清，想在他面前耍这种小心思，简直是自讨苦吃。女仆被吓得当场闭嘴，连头都不敢抬一下。看来这公爵府里的水比想象中还要深。这个女仆在公爵府算是老资历了，从卢希尔1岁起就跟着他，按理说应该是最值得信任的人。就连父亲也亲口说过，这女仆做事稳当。卢希尔更是对她依赖的不行，总夸她是个温柔的好人。可威尔哈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如果她真的那么善良，刚才那番话为什么字里行间全是偏见？这明显是在带节奏，想把脏水全往安内利杰身上泼。威尔哈特心里已经有了底，这种单方面的告状，他一个字都不会全信。想要知道真相，还得去听听安内利杰怎么说。这下那个女仆的算盘怕是要落空了。女仆接着又爆了个大料，说卢希尔一回房间就开始砸玩具，还解释说这孩子从小就这样，只要压力一大，就喜欢拿身边的东西撒气。他一边说一边抹眼泪，装得一副自责的样子，说是自己没能照顾好小主人。威尔哈特听完陷入了沉思，卢希尔房间的东西确实经常坏，而且那孩子自己也承认过，这事儿看起来似乎对上了。可就在这时，女仆的语气突然变得阴森起来，她话里有话的暗示，如果安内利杰对卢希尔做了什么，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告状了，这是赤裸裸的挑拨离间。威尔哈特冷冷地盯着他，一句话也没说。这女仆的真面目终于要藏不住了。
大半夜的，这3个人居然在偷摸行动，安内利杰心里直打鼓，这黑灯瞎火的，真的没找错地方吗？埃德温一脸不耐烦，说他亲眼看见那家伙被带走了，要是害怕，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卢希尔虽然吓得够呛，但还是坚持要往前走，因为被关在那里的可是他最重要的朋友。这下麻烦了，大门紧锁，根本进不去。就在安内利杰发愁的时候，埃德温这小子居然直接掏出了一大串钥匙，原来他早就留了后手，这胆子也太大了吧。埃德温这小子倒是看得开，说他反正从来没被信任过，多这一条罪名也无所谓。安内利杰可坐不住了，他怕这孩子被大哥讨厌，赶紧提议说，干脆就说钥匙是他偷的，要罚就罚他一个人。结果埃德温根本不领情，还笑话他是笨蛋，说他这种乖宝宝怎么可能知道钥匙藏在哪。看着卢希尔一直在旁边道歉，埃德温终于收起了那副臭屁的样子，他拉住小弟的手说，没必要道歉，咱们不是朋友吗？而且别忘了，我好歹也是你哥哥。这下子原本紧张的气氛瞬间变得有点暖心了。坏了，这下真是当场被抓包，还没等他们把锁打开，女仆就带着人冲了进来。这女仆显然早有预谋，一开口就疯狂泼脏水，指着安内利杰说，我就知道是你在搞鬼。他还特意把大哥威尔哈特请了过来，当面告黑状，说大小姐是想利用魔兽，甚至还要带坏年幼的小少爷。威尔哈特的脸色冷到了极点，他没有理会女仆的叫嚣，而是死死盯着埃德温，语气里全是压迫感。他质问埃德温，作为哥哥，不仅不拦着弟弟，竟然还带他来这种地方。面对大哥的威压，安内利杰直接挺身而出，挡在了2个弟弟面前。他说，大哥，你这么凶，谁还敢开口说真话？威尔哈特根本不领情，冷冷地提醒他，我现在是在教训埃德温，没让你插嘴。安内利杰也是豁出去了，直接替弟弟把话接了过来。他说，我们今晚过来就是想把这头狼放走，因为在卢希尔心里，这根本不是什么危险魔兽，而是他最重要的朋友，所以绝对不能任由你们处置。本以为这番话能打动大哥，结果威尔哈特只是冷笑一声，说，你们根本什么都不懂。他盯着安内利杰问了最后一句话，你知不知道这头所谓的温顺魔兽以前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威尔哈特接下来的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了。他说，这头魔兽吃过人肉，性质已经完全变了，这种沾过血的畜生绝对不能放回森林，唯一的下场就是被彻底处死。就在大哥准备下达死刑令时，一直躲在后面的卢希尔突然冲到了最前面，这孩子哭着哀求大哥千万不要杀掉他，哪怕所有人都说他是怪物，他也不想放手。最后卢希尔做了一个决定，他大声喊道，所有的后果他来承担，只要能保住这头狼的命。谁也没想到，这个平时最胆小的孩子竟然会在这种时候展现出这样的担当。看着年幼的卢希尔跪在地上，坚持要承担所有后果，威尔哈特竟然真的点头了。他说，既然你这么有种，那这次的烂摊子就全归你了。安内利杰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赶紧低头认错，承认是自己带头胡闹，才把弟弟们卷进这种险境。他甚至放下了所有的骄傲，哀求大哥能不能网开一面，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保住那头魔兽的命。就在这一刻，威尔哈特冷冰冰的心突然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他脑海里全是母亲当年的叮嘱，说他有时候对人实在太严厉，还有妹妹对他大喊，说作为兄长应该去教导弟弟怎么做，而不是只会一味的责怪。看着眼前这几个为了救一个怪物而拼命的家人，这位冷酷的公爵长子第一次陷入了沉默。局面似乎有了转机，但大哥真的会为了他们去挑战家族的规矩吗？谁也没想到，威尔哈特竟然松口了。他盯着卢希尔问，你真的想救这头魔兽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大哥给出了唯一的方案，那就是让卢希尔和这头狼签订灵魂契约，只要契约达成，魔兽就会以卢希尔的魔力为食，从此被彻底驯服，再也不会攻击人类。但这根本不是什么恩赐，而是一场玩命的交易，因为契约一旦建立，两者的生命就彻底绑死。如果卢希尔出了意外，魔兽会跟着陪葬，可要是魔兽死了，卢希尔也会遭到恐怖的反噬。旁边的女仆当场就吓疯了，拼命大喊着绝对不行，这哪是在救狼，这分明是在拿小主人的命去赌。这女仆嘴上说着担心，心里想的全是肮脏的算计。她觉得魔兽一旦留下，就会破坏她和卢希尔的独处时光。威尔哈特一眼看穿了她，冷冷地提醒她摆正位置，一个下人没资格插手主子的决定。这句话彻底让女仆破防了，她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说自己从小就照顾卢希尔，陪伴的时间比任何人都长。她甚至在心里狂吼，觉得自己对卢希尔的感情早就超越了主仆，这种病态的占有欲简直让人发毛。就在她陷入自我感动的时候，安内利杰突然冷笑一声，问了她一句，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这下女仆彻底炸毛了，她还在那拼命狡辩，说自己从小照顾卢希尔。安内利杰这么说是在侮辱她。安内利杰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一句话戳破她的谎言，魔兽出现的时候，你是不是丢下卢希尔自己先逃命了？女仆这下没话说了，但安内利杰还没打算放过她。卢希尔竟然一直管这个女仆叫夫人。安内利杰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一个贵族家的少爷怎么可能管仆人叫夫人？而且卢希尔在你面前卑微的就像在踩钢丝。这番话直接撕开了女仆的伪装，她整个人瞬间失控，疯了一样冲向卢希尔，嘴里还不停的念叨着那不是真的。她死死盯着卢希尔，开始疯狂的道德绑架，问卢希尔是不是最理解他，是不是最喜欢他。看着卢希尔被吓得缩成一团，安内利杰终于明白了这个孩子到底经历了多么可怕的精神折磨。
安内利杰心里很清楚，不管别人怎么说，最关键的是必须让卢希尔亲口说出来。看着安内利杰鼓励的眼神，卢希尔终于鼓起勇气，他躲在姐姐身后，指着跪在地上的女仆说：“我真的很怕这个人。”这下全场都安静了，女仆整个人直接愣住，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一直被她拿捏的孩子竟然敢反抗。卢希尔死死抓着姐姐的衣服，把积压已久的委屈全说了出来。他说他经常动手打我，还说这一切全都是我的错，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失职了，这是赤裸裸的虐待。这下谁也保不住这个女仆了。卢希尔这回是彻底爆发了，他哭着大喊：“那个母亲早就已经死了！”这一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僵住了。他把积压在心里的委屈一股脑全倒了出来。玩具不是他弄坏的，这种令人窒息的关爱，他其实早就受够了。看着女仆那张虚伪的脸，卢希尔用尽全身力气吼道：“我一点也不喜欢你，你根本不是我的母亲！”女仆这下彻底破防了，她原形毕露，攥紧拳头冲着孩子咆哮：“你这个没良心的小鬼，知不知道是谁把你拉扯大的？”就在他要发疯的时候，一个冰冷的声音直接打断了这场闹剧：“够了！”威尔哈特这回是动真格了，冰冷的剑锋直接架在女仆脖子上，他冷冷的提醒：“我早就说过，这不是你一个仆人能插手的事。”看着女仆还在发愣，威尔哈特显然已经没了耐心，他反问道：“难道还要我再说第二遍吗？”就在这时，闻讯赶来的守卫冲进房间，威尔哈特头也不回的下达了最后的通牒，把这个女仆抓起来。女仆这下彻底傻眼了，她还想开口狡辩，但威尔哈特根本不想再听一个字，直接让人把她拖走。这个在公爵府作威作福多年的女人，终于等到了她应有的下场。女仆像丧家之犬一样被拖走了，即便她还在歇斯底里的尖叫，但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她的好日子彻底到头了。随着吵闹声渐渐远去，原本压抑的走廊终于安静下来。就在这时，小白狼突然跑了出来，乖巧地守在卢希尔身边。威尔哈特收起了刚才的杀气，他缓缓蹲下身子，第一次用这种平等的姿态看着这个一直被他忽视的弟弟。他语气平静地问：“好了，现在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卢希尔，你想怎么处置他？”就在这一天，解雇女仆的命令正式下达，但这仅仅是个开始。他多年来对卢希尔的虐待，还有那些虚假的谎言，现在全都要一笔一笔清算。埃德温在一旁掰着手指头，语气轻松地推测：破坏公务加上虐待贵族，这回他不死也得脱层皮，丢掉一只手或者一条腿，那是绝对跑不掉的。虽然恶人得到了报应，但卢希尔心里的阴影还没散去。只要一提到安排新女仆，他就怕得缩成一团。看着弟弟这副可怜的样子，安内利杰直接站了出来：“不用找别人了，以后卢希尔由我来照顾。”安内利杰说到做到。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几乎和卢希尔形影不离，而那只引发混乱的小魔兽也正式和卢希尔签订了契约。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小家伙原本灰不溜秋的，在契约达成的一瞬间，竟然全身发光，变成了像雪一样的纯白色。埃德温和安内利杰都看呆了。威尔哈特在一旁解释说，契约兽的形态会随着主人的魔力而改变，看来这小家伙很中意卢希尔。就在大家围着魔兽打转时，一向冷冰冰的威尔哈特却突然走到安内利杰面前，低声问了一句：“你的伤怎么样了？”这突如其来的关心让安内利杰整个人都愣住了。这还是那个只知道工作的冷面大哥吗？要不是威尔哈特提起，安内利杰差点把受伤的事给忘得一干二净。奇怪的是，昨天一觉醒来，他身上的伤口竟然全消失了。威尔哈特听完沉默了很久，他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但他没有多说，反而破天荒地低下了头。他低声说：“昨天是我太傲慢了，在没弄清楚真相之前，说了那些过分的话，真的很抱歉。”这一句对不起让安内利杰彻底愣住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威尔哈特又补了一句：“谢谢你为卢希尔做的一切。”他看着远处的两个弟弟，语气变得严肃起来。刚签订契约的孩子魔力不稳，身体很容易出状况，接下来的日子就拜托你多盯着他了。看来这一回，安内利杰是用行动彻底赢得了这位大哥的信任。听完大哥的嘱托，安内利杰拍着胸脯保证：“放心吧，全都包在我身上。”看着威尔哈特离去的背影，安内利杰忍不住感叹：虽然这个大哥平时像个冷面神，但关键时刻他其实也没那么坏。本以为搞定了家里的大 boss， 以后的日子能好过一点，可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一记耳光。在那次风波之后，府里的女仆们对待安内利杰的态度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加阴阳怪气。他只是想喝口水，客客气气的请女仆帮忙，结果人家连头都不回，直接把他当成了空气。看来想要在这个家里站稳脚跟，光靠大哥的信任还远远不够。这些下人真是拿豆包不当干粮。看安内利杰天天照顾弟弟，竟然真把他当成了好欺负的跑腿女仆。这种糟心事，他又不想事事都去麻烦大哥。结果刚走到厨房，里面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厨师扯着嗓子到处赶人，大家忙得脚不沾地，根本没人把他这个小姐放在眼里。就在这时，一个女仆眼尖发现了他，不仅没行礼，反而像抓到了救兵一样，直接把一盘点心塞进他手里。女仆理直气壮地说：“小姐，你来的正好，赶紧把这个给朱莉叶斯大人送去，只要敲敲门就行。”安内利杰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这帮人赶鸭子上架，端着托盘站在了走廊里。看来这帮下人是彻底打算把他当佣人使唤了。这帮下人明摆着是在欺负人，把这种跑腿的杂活全推到安内利杰头上。可当他低头看向托盘，整个人都傻眼了。就这么一小块三明治，连给卢希尔塞牙缝都不够，这哪是贵族的伙食啊！安内利杰越走越觉得不对劲，仔细想想，从他进门第一天起，
那个叫朱丽叶斯的二哥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当初卢希尔出那么大的事，这位亲哥哥竟然连面都没露，这在公爵家里实在是太不正常了。看着手里这份寒酸的午餐，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蹦了出来：难道在这个家里，除了卢希尔，还有人在遭受非人的虐待吗？想到这，安内利杰再也坐不住了。安内利杰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深吸一口气，用力敲响了那扇紧闭的大门。随着房门缓缓开启，安内利杰彻底傻眼了。这画风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眼前这个银发男人长得简直比画里的人还要精致。难道他就是那个一直没露面的朱丽叶斯？朱丽叶斯看了看天色，又看了看托盘里那点可怜的食物，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原来还没到午饭时间啊。”他接过托盘，转身就要关门，动作干脆利落，根本没打算让安内利杰进屋。眼看就要吃个闭门羹，安内利杰赶紧伸手拦住，大喊着让他等一下。好不容易见到了正主，这出戏可不能就这么草草收场。朱丽叶斯一脸冷淡，显然没打算给好脸色。这下尴尬了，安内利杰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接话。看着他手里少得可怜的午餐，安内利杰刚想关心两句，结果对方根本不领情，直接丢下一句少管闲事，就把门给关上了。这闭门羹吃的真是让人心里没底。看来这个朱丽叶斯比想象中还要难搞。安内利杰只能去找埃德温打听。提起朱丽叶斯，连这个弟弟的表情都变了。看来关于朱丽叶斯，家里还有很多没人敢提的秘密。埃德温一脸不耐烦，原来朱丽叶斯比体弱多病的卢希尔还要神秘，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的面子都不给。安内利杰这下听明白了，朱丽叶斯以前跟母亲最亲，自从母亲去世后，他就彻底变了个人，甚至跟父亲的关系也闹得很僵。难怪他性格这么古怪，原来心里一直压着事。埃德温说着说着，突然反应过来，自己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么多。看着这个嘴硬心软的小弟，安内利杰忍不住想笑，虽然嘴上说着不想帮忙，但关键时刻他还是站在了自己这边。不过朱丽叶斯的心结恐怕没那么容易解开，接下来的路只会更难走。埃德温还在一旁嘴硬，嫌安内利杰管得太宽。就在这时，一直躲在后面的卢希尔主动走了过来。小家伙很有礼貌，先打了招呼，接着小声问起安内利杰的名字。原来相处了这么久，他还没正式认识这位姐姐。安内利杰笑着告诉他，叫我安内利杰就好。听到这个名字，卢希尔眼神都亮了，直夸这名字真好听。气氛总算缓和了下来。卢希尔指着身边的小白狼，想请大家帮忙起个名字，毕竟这可是他的新伙伴。安内利杰和埃德温都觉得这种大事应该由卢希尔自己拿主意，可小家伙却突然犹豫了。他低着头抓紧了衣角，显然对自己没什么信心。安内利杰抱着小狼，温柔地鼓励卢希尔，只要是你起的名字，他一定会非常喜欢，因为你可是他最在意的人。小家伙听完若有所思，突然抬头问了一句：姐姐被叫名字的时候也会开心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笑得比谁都灿烂，说以后要多叫几次。就在气氛正温馨的时候，一直守在旁边的埃德温找个借口说要回去训练，这别扭的性格真是一点没变。安内利杰赶紧叫住他，真诚递到了声谢，感谢他刚才愿意分享那些关于家里的秘密。没想到这一声谢谢，竟然让这个傲娇的小弟第一次改口叫了他安内利杰。虽然还是那副冷淡的样子，但心里的冰山显然已经裂了缝。看着埃德温跑远的背影，安内利杰心里暖暖的。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在慢慢向他敞开心扉。虽然埃德温提醒过别去打扰朱丽叶斯，但既然住在一个屋檐下，安内利杰还是忍不住好奇。他特意跑到厨房打听，想看看能不能帮上忙。结果女仆们赶紧摆手，说昨天只是因为有人休假，今天可不敢再劳烦大小姐。安内利杰这才反应过来，朱丽叶斯以前跟母亲最亲，对于他来说，自己和妈妈就是突然闯入的陌生人，换作是谁，恐怕都没法轻易接受。看着朱丽叶斯那副冷淡的样子，安内利杰心里也算有了数。既然对方心里只有生母，那这种强求的关心反而成了一种负担。将心比心，自己的母亲也是无可替代的宝贝。既然大家都有想要守护的人，那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好。安内利杰转身离开，不再试图去敲那扇紧闭的门。有些心结或许只能交给时间去处理。安内利杰心里很清楚，换作是别人议论自己的母亲，他也绝对会翻脸。与其留在这里吵个没完，不如赶紧回去陪卢希尔。可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一阵悠扬的琴声突然从走廊尽头飘了过来，那旋律简直太好听了，让他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安内利杰顺着声音寻过去，发现琴声竟然是从一个房间里传出来的。他定睛一看，这不正是朱丽叶斯的房间吗？推开门的那一刻，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愣住了。那个平时冷冰冰的朱丽叶斯正独自站在窗边拉着小提琴，阳光洒在他身上，这一幕简直美得不像话。谁能想到，那个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朱丽叶斯竟然能拉出如此温柔的曲子，这反差也太大了。安内利杰站在门外，手悬在半空，又缩了回来。他不想打扰这美妙的时刻，干脆靠在门边，静静地听着。这旋律实在太温柔了，却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悲伤。听着听着，安内利杰仿佛回到了过去，看到了记忆中母亲的身影。那种感觉就像闭上眼看到的夕阳，心里酸酸的，却又觉得很温暖。他彻底沉浸在琴声里，甚至忘了自己还在偷听。就在这时，琴声戛然而止，房门突然被推开了。朱丽叶斯低头看着他，语气冷淡地问了一句：“你刚才一直在听吗？”这下尴尬了，安内利杰还没来得及擦干眼泪，就被抓了个正着。面对这个阴晴不定的二哥，他该怎么解释才好？朱丽叶斯一脸不耐烦，正打算开口赶人，说听够了
就赶紧滚回去。可话还没说完，他整个人就愣住了，因为他发现安内利杰竟然在流泪。这一幕让他瞬间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记忆里那个温柔的女人也曾这样抚摸着他的头，对他露出过同样的表情。朱丽叶斯一时间乱了阵脚，原本冷冰冰的眼神也变得复杂起来。他最受不了这种场面。安内利杰被吓得不轻，一边道歉一边捂着脸跑开了，只留下朱丽叶斯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心里乱成一团。这个突然出现的女人真是个麻烦的家伙。安内利杰一路小跑，只想赶紧离开这个尴尬的地方。刚才那一幕已经在他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可还没等他喘口气，就在走廊转角跟家里的女仆撞了个正着。安内利杰独自坐在房间里，刚才那场表演真的很精彩，可听着听着心里却莫名觉得酸酸的。明明提醒过自己绝对不能卷进这些麻烦事里，一定要和他们保持距离，可是到如今想要彻底抽身，恐怕已经没那么简单了。安内利杰打算偷偷溜回去，只要不露面，应该就不会被发现吧。他不停地给自己找借口，大家既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路过一下也很正常，绝对不是想多管闲事。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只是想再听一次那段旋律。可走着走着，这路怎么越看越陌生？明明已经记住了家里的路线，现在却完全绕晕了。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叫住了他的名字。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安内利杰还没绕出去，就被埃德温撞了个正着。他双手抱头，一脸怀疑地问：“你该不会又是来偷东西的吧？”这句话一出，安内利杰差点没气炸。可还没等他解释，他就一脸嫌弃地推开了门。看样子他是把他当成没见识的贼了。虽然心里觉得委屈，但他还是跟着走了进去。看着墙上的画，安内利杰突然愣住了，这里的一切怎么跟他记忆里的一模一样？他停下脚步，轻声叫住了走在前面的埃德温。接下来的话可能会让两人的关系彻底改变。安内利杰指着墙上被遮住的画，好奇地问：“那是什么？”埃德温没说话，只是随手拉开了绳子。尘封已久的全家福就这样出现在两人面前。那是母亲还在世时画的，画面里每个人都穿戴整齐。可安内利杰很快发现，画里唯独少了一个人，那就是最小的弟弟卢希尔。埃德温语气平淡地说：“母亲是因为生他才去世的，所以后来这幅画就被人用布盖住了。”他转过身，似乎对这些往事并不在意，甚至觉得这种东西太阴沉，反正他也没多少关于母亲的记忆。看着他冷淡的样子，安内利杰试探着问：“难道你们兄弟平时都不在一起吗？甚至连饭都不一起吃？”埃德温沉默了一下，随口应了一声。这下轮到安内利杰尴尬了，他赶紧解释，自己只是以为贵族都汇聚在一起，可这个家里冰冷的墙壁后面似乎藏着比他想象中更深的隔阂。埃德温冷哼一声，说：“平民才喜欢全家挤在一起。”安内利杰听不下去了，让他说话放尊重一点。他沉默了片刻，低声嘟囔了一句：“好像母亲还在的时候，大家确实是一起吃饭的。”但他很快又恢复了那副臭脾气，说这些根本不重要，反正有仆人伺候，就算不见面也死不了。他一边催着安内利杰离开，一边掩饰着心里的动摇。这个家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在拼命推开彼此。到了深夜，安内利杰来到书房，向大哥威尔哈特汇报关于卢希尔这几天的近况。威尔哈特头也不抬，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知道了。”随后就下了逐客令，让他赶紧去休息。看着他埋头处理公务的样子，安内利杰心里很清楚，想要融化这个家里的冰山，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安内利杰深吸一口气，叫住了正准备工作的威尔哈特。他大着胆子提议：“以后大家能不能一起吃个饭？”威尔哈特停下手中的动作，抬头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任何波澜，只是冷冷地问了一句：“为什么？”安内利杰一直以为兄弟们之所以不肯上桌，是因为讨厌他这个公爵之女，甚至回忆起小时候，餐桌上也总是只有他和父母。他原本觉得大家是想躲着他，才宁愿待在各自的房间里，可现实却比他想的更残酷。威尔哈特重新拿起笔，语气平淡的让人心凉。他说完全没那个必要，直接拒绝了他的好意。这一刻，安内利杰才明白，原来并不是大家在针对他，而是这个家早就已经各过各的了。安内利杰终于意识到，这个家的冷漠早在他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并不是他的错，他还是想再努力一下，轻声提议说：“大家能不能一起吃顿早餐，哪怕只有一顿饭的时间？”威尔哈特显得有些不耐烦，他冷冷地回答：“每个人的时间都对不上，这种事根本没必要。”安内利杰还是不肯放弃，觉得只要想做总能挤出时间。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被对方无情地打断了。威尔哈特停下手中的笔，语气冷得让人发抖。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根本不关你的事。”他盯着安内利杰，问他为什么要费劲掺和进来。最后那句话更是像刀子一样扎心。他说到底，你和我们之间完全就是陌生人。威尔哈特沉默了很久，终于松口承认，他说的话确实有几分道理，也感谢他为卢希尔做的一切。安内利杰以为关系缓和了，赶紧强调说大家现在是一家人。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威尔哈特就泼了一盆冷水。他面无表情地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他从来没有承认过他是这个公爵家的一员。”看着那张空荡荡的长餐桌，安内利杰才发现自己在这个家里始终像个格格不入的外人。看着卢希尔纯真的笑脸，他想不通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愿望在这个家里却成了奢望。但他并没有打算退缩，大声反驳说：“这不只是为了他自己，卢希尔肯定也想和家人一起吃饭。”威尔哈特依旧不为所动，他冷冷地断言：“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安内利杰彻底急了，他追问：“到底为什么？这个家难道真的没救了吗？”
威尔哈特叹了口气，直接搬出了朱利叶斯当挡箭牌。他说那家伙性格古怪，是绝对不可能露面的，劝安内利杰还是趁早死心吧。安内利杰听完没说话，只是盯着他问：难道这就是唯一的理由吗？安内利杰信心满满的说：既然这样，那我就去说服朱利叶斯。可刚一转身，他就彻底犯难了。话说的挺满，但现在连见他一面都难，估计对方正烦着呢。就在他打退堂鼓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嘿，安内利杰！他愣了一下，回头一看，居然是埃德温。埃德温神秘的凑过来，问安内利杰想不想看个东西。他从兜里掏出一堆碎片，无奈的说：这是母亲给卢希尔准备的玩具，可惜已经彻底碎了。安内利杰心里一沉，这可是母亲留下的遗物，要是让卢希尔看到，他肯定受不了这个打击。埃德温压低声音提醒：这东西绝对不能让他看见，得赶紧想个办法。就在这时，卢希尔抱着小狼走了过来，好奇地问：你们在聊什么呢？两人吓得赶紧把手藏到身后，异口同声地喊：没什么，真的什么都没有。卢希尔抱着小狼显摆，说他给小狼起名叫可可，因为书里说椰子洗干净就会变白，现在小狼也洗白白了。安内利杰和埃德温对视一眼，这下两人都反应过来了，什么洗干净？那分明是把蹭了一身的脏东西给洗掉了呀！安内利杰被萌得不行，刚想冲上去抱抱这个傻弟弟，埃德温却在一旁捂着嘴吐槽：这哪是变干净了，简直没法直视。就在几个人闹成一团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安内利杰！这声音一出，他整个人都僵住了。安内利杰突然有了主意，既然母亲的遗物碎了，那就先用这根丝带代替吧。埃德温心领神会，赶紧把卢希尔叫到身边，两人神秘的忙活了一阵。看着卢希尔头上的蓝色蝴蝶结，安内利杰笑着问：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可爱？他轻轻抱住这个胆小的弟弟，带上他，我们以后就永远在一起了。卢希尔愣愣地重复着这句话：永远在一起。他终于露出了最灿烂的笑容。安内利杰突然提议：既然大家都在，不如今天就一起吃午饭吧。埃德温听完直接愣住，他习惯了一个人待着，刚想开口拒绝，安内利杰却不给他机会，反正一个人吃也是吃，大家凑在一起才热闹。卢希尔也在旁边帮腔，眼巴巴地看着埃德温，问能不能一起吃。面对弟弟这种眼神，埃德温瞬间就没脾气了，只能无奈地答应下来，转身去通知女仆准备餐点。看着两个弟弟相处融洽，安内利杰悄悄握紧了手里的碎片，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为了这个家，他绝对不能怂。埃德温察觉到他神色不对，关心地问了一句：安内利杰，你没事吧？他赶紧收起心思，笑着摇了摇头。真正的改变，或许就从这顿午饭开始。安内利杰刚跟弟弟们放完狠话，说要再去跟那个人谈谈，结果一转身，雄心壮志就全没了。谁能想到，他在这自家大宅子里居然迷路了，怎么都找不到朱丽叶斯的房间。明明刚才还特意问过路，结果转头就忘得干干净净。正当他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身后突然冒出一个声音：你在干什么？安内利杰被吓了一大跳，看着眼前这个面无表情的女仆，只能尴尬地找借口，说自己只是在散步。女仆根本不吃这一套，冷冰冰地回了一句：这边什么都没有，请您立刻回去。这下丢人丢大发了，安内利杰只能一边道谢，一边灰溜溜的原路返回。看来想见朱丽叶斯这一面，比想象中还要难。安内利杰走在楼梯上，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他猛地停下脚步。刚才那个女仆手里居然端着一份三明治，在这个时间点，能让厨房专门准备点心的，除了那个神秘的朱丽叶斯，还能有谁？他终于抓到了蛛丝马迹，原来朱丽叶斯的房间就藏在刚才那个地方。他兴冲冲地跑回房间，把这个大法先告诉了弟弟们。结果埃德温听完，一脸嫌弃地吐槽他是不是傻。卢希尔却被吓到了，小声地问了一句：朱丽叶斯哥哥，难道会凭空消失吗？这下麻烦了，线索虽然找到了，但怎么进去还是个大问题。埃德温一脸无奈，觉得安内利杰又在胡说八道，还叮嘱他别教坏小弟弟，毕竟门怎么可能凭空消失。安内利杰急得直跳脚，坚称自己亲眼看见门没影了。埃德温被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带他们去现场看看。卢希尔一脸崇拜地看着哥哥，这下埃德温只能硬着头皮带队回到了刚才那个走廊。他蹲下身子仔细检查，就在这时，他从墙角捡起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局面瞬间反转。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灵异事件。埃德温冷静地分析，朱丽叶斯肯定是用了魔法小玩意，故意把房门给藏起来了。这下看他还能躲到什么时候？埃德温手里拿着一颗紫色宝石，这玩意儿能把周围的样子照出来，难怪刚才那堵墙看起来怪怪的，原来是朱丽叶斯设下的障眼法。埃德温一边敲着墙，一边无情地嘲讽安内利杰，说他只要摸一下就能发现不对劲，连房门间巨变了都看不出来，简直是个大笨蛋。安内利杰气得不行，正想开口反击，埃德温又补了一刀，说他是因为心里有鬼，才根本不敢靠近这扇门。就在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时，身后的房门突然开了，一个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你们在这干什么？这下谁都懵了，朱丽叶斯就这么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大家面前，气氛一下子变得特别尴尬。朱丽叶斯面无表情地看着安内利杰，冷冷地问了一句：你找我有事吗？埃德温把那枚戒指递了过去，直截了当地告诉朱丽叶斯，这就是在他房门口捡到的证据。朱丽叶斯接过戒指看了一眼，语气平淡的让人心寒。他承认这确实是能隐身的魔法戒指，还反问这东西怎么会在门口。埃德温可没打算给他留面子，直接替安内利杰打抱不平，说姐姐为了找他，刚才差点把整个公爵府都翻遍了。
朱丽叶斯听完冷笑了一声，说找不到他是理所当然的。埃德温干脆把话挑明了，你就是故意躲着不想见他吧？朱丽叶斯直截了当地说，其实根本不想见到安内丽姐。看着大家愣在原地，他又轻飘飘地补了一句，刚才只是开个玩笑，但这玩笑开的确实有点大。关于那个陷阱，朱丽叶斯表示自己并不知情，但他心里很清楚，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这下谁都懵了，他居然把锅全甩给了女仆，理由竟然是女仆知道他讨厌访客，所以才自作主张设了局。虽然最后道了歉，但这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显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安内丽杰发现，眼前的朱丽叶斯似乎和传闻中不太一样，虽然语气还是冷冰冰的，但至少能正常沟通了。他大着胆子提议，既然大家以前都在一起吃饭，不如找个机汇聚一聚，毕竟这种冷清的日子实在不像是真正的家。朱丽叶斯没有直接拒绝，但他接下来的举动却让气氛瞬间变得微妙。他突然打断了安内丽杰的话，让埃德温先带卢希尔离开。看着两个弟弟走远，走廊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朱丽叶斯支开旁人，就是为了把话挑明。他冷冷地提醒安内丽杰，最好先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别随随便便就越了界。关于家里再婚的事，他直言自己并不反对，也没打算跳出来当恶人。毕竟他很清楚自己根本没权利去干涉，但这并不代表他愿意让安内丽杰插手自己的事。在他眼里，这种过度的关心只会让他觉得麻烦。朱丽叶斯把话说明白了，他可以做到互不干涉，但也请安内丽杰离他远点，别再试图闯进他的生活。说完这些，他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这分明是在警告两人以后最好井水不犯河水。朱丽叶斯的话一直在安内丽杰脑子里转，那种冷冰冰的界限感让他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太自作多情了。不仅是朱丽叶斯，就连大哥威尔哈特也说过，大家终究只是陌生人，这让安内丽杰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同住一个屋檐下，真的没法成为一家人吗？看着年幼的卢希尔，安内丽杰陷入了沉思。他一直亲力亲为地照顾弟弟，就是想在这个冰冷的公爵府里守住最后一点温情。就在这时，女仆过来提醒他，洗澡水已经准备好了。安内丽杰这才回过神来，礼貌地向对方道谢。可女仆接下来的反应却显得有些反常，她看着安内丽杰，欲言又止地说了一句话：“这公爵府里的水似乎比想象中还要深。”女仆的话说得很难听，她直截了当地告诉安内丽杰，照顾卢希尔本来是下人的活，安内丽杰非要亲自动手，简直就是在抢他们的工作。安内丽杰只能尴尬地道歉，她觉得自己最近真是倒霉透了，不管做什么都会被训斥，简直就像个出气筒一样，在这个家里根本没人站在他这边。虽然心里觉得委屈，但安内丽杰还是坚持带卢希尔去洗澡。她温柔地帮弟弟擦洗，想用这种方式给这个冷冰冰的家带去一点温度。可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卢希尔突然开口了，他小声地向安内丽杰道歉，说都是因为自己的缘故，才害得安内丽杰被女仆责骂。安内丽杰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刚才那一幕全被这个孩子看在了眼里。他虽然年纪小，却比任何人都更心疼自己，这让安内丽杰心里酸溜溜的。卢希尔心里很清楚，就算自己开口安慰，安内丽杰肯定还是会为他担心。但他接下来说的话却让安内丽杰完全没想到。他说，如果照顾自己真的是种麻烦，那他反而觉得很高兴，因为这说明安内丽杰是真的在意他。这种被牵挂的感觉让他很安心。安内丽杰听完这番话，心里一阵触动。他坦诚地告诉卢希尔，其实自己在这个家里也挺迷茫的，总觉得自己什么忙都帮不上。正是因为卢希尔的依赖，才让他觉得自己不是个外人。在这个冰冷的公爵府里，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所以他希望卢希尔以后能一直依赖他。卢希尔小心翼翼地确认自己是不是真的帮到了忙，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这个一直紧绷着的小男孩终于露出了最灿烂的笑容，这副模样简直要把人的心都化了。安内丽杰越看卢希尔越觉得，这孩子能来到自己身边，简直是上天给的礼物。他甚至开始憧憬以后大家能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看着卢希尔可爱的样子，安内丽杰直接使出了直球攻击，大声告诉他自己真的非常非常爱他。卢希尔哪见过这种阵仗，整个人直接缩进了水里，只露出一双大眼睛，小声地回应了一句：“我也爱你。”可就在这温馨的时刻，画面一转，来到了深夜的露台。朱丽叶斯独自站在月光下，脑子里全是安内丽杰的身影。他想起自己之前放下的狠话，让对方离自己远点。结果现在倒好，他嘴上说着自己才不会愧疚，心里却已经开始动摇了，甚至还在纠结是不是真的该找个机会大家坐在一起吃顿饭。朱丽叶斯觉得这简直是个笑话，安内丽杰根本什么都不懂，就在那自作主张的想要团圆。他完全不知道这个家到底经历过什么。在他的记忆里，那场葬礼才是转折点。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就彻底把自己关了起来，整个公爵府的权力全都落到了大哥威尔哈特手里。下人们都在私下议论，说这个家已经变天了，大哥取代了父亲的位置，成了这里真正的主人，而朱丽叶斯只能站在阴影里看着这一切发生。就在这时，朱丽叶斯突然感到一阵不适，路过的女仆赶紧围上来关心，劝她不要太勉强自己，毕竟她的身体一直都很虚弱。可朱丽叶斯的心思根本不在这，她死死盯着大哥离开的方向，眼神里满是冰冷。在这个充满了算计和权力的家里，安内丽杰那点天真的温暖，真的能改变什么吗？一起吃顿饭，这个听起来再正常不过的要求，却让朱丽叶斯陷入了沉默，觉得自己现在根本没脸去见他们。仔细想想，他已经记不清上次见到弟弟卢希尔是什么时候了。那个孩子以前就性格孤僻，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自从母亲去世后，卢希尔更是彻底消失在了大家的视线里，再也没有踏出过房门一步。作为亲哥哥，朱丽叶斯发现自己对他竟然一无所知，可现在那个一直封闭自我的弟弟，居然开始依赖安内利杰了，这让朱丽叶斯感到非常意外。他看着月色，脑海中浮现出母亲当年的样子。安内利杰的出现，似乎正在打破这个家维持已久的冰冷，而他自己真的准备好面对这一切了吗？我从小就是个药罐子，稍微吹点风都要折腾半天，可我大哥威尔哈特却是个从不生病的怪物，他是所有人眼里最完美的接班人。正因为这样，大家对我总是格外宽容，甚至到了百依百顺的地步。小时候我还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以为日子本来就该这么过，可看着大哥每天拼命突破极限，我才突然反应过来，这种所谓的温柔反而让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就在那个时候，朱丽叶斯第一次接触到了音乐，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可另一边的安内利杰现在却根本没心思欣赏这些，从昨天开始，他脑子里就一直乱糟糟的。朱丽叶斯那句冷冰冰的警告不停地在耳边回响，他说你需要更有分寸感。安内利杰现在满脑子都在想，我是不是真的太烦人了？安内利杰总觉得朱丽叶斯并不是真的讨厌弟弟们，毕竟他还是会先送卢希尔回家。卢希尔拿着书跑过来问安内利杰，这部分我看不懂。安内利杰笑着凑过去，哪一段？我来看看。他本来想得很好，如果大家能坐在一起吃顿饭，卢希尔他们一定会很高兴。可朱丽叶斯那天的话就像一盆冷水浇了下来。他说你也应该离我远点。安内利杰并不想强迫他做什么，可接下来的几天，两人竟然一句话都没说上。他只能偶尔路过他的房门口，想看看那扇紧闭的门后面到底在发生什么。那扇门后面始终静悄悄的。安内利杰再也没听过朱丽叶斯的琴声，不只是他，连路过的女仆们都在小声嘀咕，说最近怎么听不到朱丽叶斯大人拉琴了，那可是他们干活时唯一的指望。安内利杰听得心里沉甸甸的，难道是因为那天自己的出现真的打乱了他的节奏？卢希尔看他一直在发呆，小声叫了他一句安内利杰，他赶紧挤出一个笑脸，摆摆手说没事，咱们继续走吧。就在这时，一个面生的女仆突然拦住了他的去路。安内利杰一眼就认了出来，他是朱丽叶斯身边的人，这下麻烦了，难道是朱丽叶斯又要赶他走？谁能想到这个女仆一上来就弯腰鞠躬，说那天他自作主张做了多余的事，特意跑来跟安内利杰道歉。安内利杰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原来是为了之前磨道具的事。他赶紧摆摆手说没关系，反正也是为了朱丽叶斯好。可这女仆死板的吓人，她说只要朱丽叶斯大人不高兴，她的初衷根本不重要，哪怕是再小的事她也必须得认错。眼看女仆转身要走，安内利杰赶紧把人叫住，犹豫再三，还是问出了心里那个疙瘩。他说最近怎么没听到朱丽叶斯拉琴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女仆停下了脚步，接下来的回答让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微妙。女仆突然神神秘秘地凑过来，问了安内利杰一个奇怪的问题：大小姐，您身上带钱了吗？还没等安内利杰反应过来，他已经站在了朱丽叶斯的房门口。屋里静悄悄的，朱丽叶斯只是抱着琴坐在那，眼神里一点光都没有。听到敲门声，他头也不回地问了一句谁在那？安内利杰推开门刚要说话，朱丽叶斯就冷冰冰地甩过来一句你还真是不长记性啊。他觉得不管安内利杰来多少次，结果都不会改变。可安内利杰这次没打算退缩，他大声反驳道不是那样的。他看着朱丽叶斯的眼睛说，我只是最近一直没听到你的琴声，其实我真的每天都在盼着能听到。安内利杰还在那拼命找借口，他说自己只是担心出了什么事，比如是不是他的琴坏了。朱丽叶斯随手拨了一下琴弦，头也不回的冷笑一声，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很不会撒谎。安内利杰这下彻底慌了，支支吾吾的还想解释，说自己真的没撒谎，只是有点担心。可话还没说完，朱丽叶斯突然站起身，直接把他逼到了门角，一只手死死撑在门板上。他凑到安内利杰耳边，难道你母亲从来没教过你，不能这样一点防备都没有，就随便进男人的房间吗？这下糟了，安内利杰完全没料到事情会往这个方向发展。安内利杰赶紧道歉，说自己从小就是独生女，也没怎么跟同龄人相处过，所以实在不知道跟人打交道该保持多远的距离。要是刚才冒犯到了他真的很抱歉。朱丽叶斯沉默了一会儿，突然伸手碰了碰他的头发，接着叹了口气问，关于我琴坏了的事，你到底是听谁说的？安内利杰这下心虚了，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朱丽叶斯冷淡地转过身说，就算不问他也猜得到是谁。他告诉安内利杰，不管那个人是不是好心，这事都跟他没关系，如果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巴结他，那还是趁早死心回去吧。安内利杰一听这话，火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他大声反驳道，我才不是为了巴结你。这下好了，本来是想来安慰人的，结果两人的关系反而闹得更僵了。安内利杰终于说了实话，他承认自己确实听说琴坏了，也为此道了歉，但他接下来的话却让屋里的气氛完全变了。他说自己是真的想听他拉琴，第一次听到那个旋律的时候，整个人都被震撼到了，甚至想就这样听上一辈子。在那之后，他无数次路过这个房间，就是希望能再次听到那样的声音，因为朱丽叶斯的琴声不只是传进耳朵里，更像是直接钻进了心里。那种感觉既温柔又让人怀念，就像有一股暖流在身体里散开。安内利杰越说越激动，他说自己确实想找他聊天，但更想听他再次拉起琴弦。可话刚出口，他才意识到自己说的太直白了，赶紧手忙脚乱的在那找步。就在他语无伦次的时候，朱丽叶斯突然冷冷的打断了他，够了，
安内利杰一下子僵在原地。朱丽叶斯看着手中的琴，语气里满是无奈。他说：“其实只是音柱倒了，虽然他自己能做简单的调整，但这种大毛病必须得找专业的工匠才行。”安内利杰这才明白，原来这就是他最近一直没法拉琴的原因。可还没等他安慰几句，朱丽叶斯却突然说：“反正拉琴也只是个爱好，既然坏了，那干脆趁这个机会不拉了。”安内利杰猛地愣住，下意识地追问为什么。朱丽叶斯却显得很无所谓，都说了只是个爱好而已，还能为什么？看着他这副自暴自弃的样子，安内利杰心里很清楚，他根本不是不在乎，而是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朱丽叶斯看着眼前的女孩，突然有些失神。他问安内利杰干嘛要露出这种表情，这可一点都不像平时的他。也许是被这份真心打动了，他终于松了口，低声说了句我知道了。可还没等他感伤完，安内利杰接下来的话差点没让他惊掉下巴。他一脸认真地说：“朱丽叶斯，要是你没钱修琴的话，这笔钱我出了。走吧，咱们现在就去把琴修好。”